在边境对峙期间，印度动作就没停过，包括增加兵力、部署各种武器、运送物资、修建基础设施等。随着高原进入深冬，外界以为印度会更加消停，但印度又搞了个巨大危险动作。为何说这招是从俄罗斯学来的？在4日，新印度快报报道称，印度在2021年将部署射程最远、最具核威慑力的烈火5弹道导弹，该导弹射程超过5000公里。未来该导弹将在3至4个月之内进行最后试验并正式部署。印度将借此成为世界第8个拥有洲际打击能力的国家，而且这次和之前不同，之前试射或者阅兵亮相都是陈列展出状态，而这次即将部署的烈火5洲际导弹被放在发射筒内，而且是在重型运输车上，能用机动方式移动。这种方式比警示发射效率更高，并且能够快速移动，避免潜在对手的持续侦察和跟踪。从整体水平来看，烈火5虽然技术并不先进，但是首次让印度获得打击中国全境的能力。之前印度虽然拥有核武器和具备核打击能力还是有差距的，不过现在印度能够进行公路机动部署能力，极大提高了印度的战略威慑力。报道还提到，虽然印度早就打算部署烈火5导弹，不过与中国在实控线附近的对峙，加快了印度部署该导弹的进程，尽快让烈火5服役，而最终将部署在印度武装部队全天的某处战略地点，无论部署在哪儿都能快速完成导弹运输和部署。而多家印媒更是老调重弹，烈火5将可以改变游戏规则，能不能改变规则我不知道，但肯定能让印度改变命运。虽然印度说烈火5射程覆盖中国全境，但仍然还是中远程导弹等级。虽然印媒称印度加入拥有洲际打击能力俱乐部的国家之一，但洲际导弹的国际公开标准是8000公里，而且印度最大的问题是，印度军方没有精确的全球导航定位能力，能不能打准得另说，更何况我们这边的反导系统也不是摆设。其实印度这招似乎是从俄罗斯学来的，在常规武器处于劣势或者感到危机时，核武器永远被当成最好的底牌，而印度亮出核武这张牌，其实是将自己放置到危险中。对此，巴基斯坦防务论坛里有评论表示，希望印度教徒量一下中国边境到新德里的最近距离，数千枚远程火箭炮就能立刻覆盖新德里。1月5号，印度论坛报披露文件内容指出，印方称在2020年8月28号到29号之间，印军展开了预防性部署，先于对手扩张主义计划夺占了班公湖南岸高地。这和美国一个德性，为了防止你打我，我先打你，然后说这是防御。同时也说明，这并非此前印方声称的简单的下层军事冒险，而是有预谋的在国防部有存档的偷袭行动。之前印军还曾提到防御性部署调集了火炮、战车等，不仅包括印度国防参谋长拉瓦特亲手组建的第17集团军，还有一直在拉达克地区前线常驻并和中方谈判的第14集团军。而且印国防存档的这个日期比之前媒体热传的进攻日期还要早一天。很显然，包括印防长、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甚至莫迪等高层对这次袭击行动都知情，甚至都已经做好了开战的任何可能的准备。除此之外，印国防部还提到了战术，他们称解放军采用非常规武器，并且用囤积人海战术对付印军。对此，印陆空军在空军帮助下调集了坦克、火炮等重型装备、防寒物资等。不知道敌人为何总是喜欢强调解放军用人海战术。很明显，印军部署在边境的人数要多得多，承认解放军战术武器更先进，有那么难吗？这一描述也引发包括所内在内的多名印军事专家的不满。他在社交媒体上指责印方对战场描述过于简略，不仅没认识到中方在战场上的信息化程度，也不懂中国只使用非常规武器的和平意愿。尤其是在空军的帮助下调动部队的说法，不仅暴露了印陆空军航空兵运力匮乏，同时也表明印军各军种之间相互独立、指挥体系界限分明、混乱的多个问题。事实上，自印度独立70多年以来，印度海陆空三军都是各自为战，协调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印度在2019年底宣布设立国防参谋长一职，还计划在2020年设立战区。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很差。虽然印军想开战制造混乱，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实力不允许。面对拥有更先进武器、信息化指挥体系以及跨区域快速调动以及协同作战能力的解放军，印军的野心终究是黄粱一梦。
不过，偷袭行动并非简单的军事冒险，而是印高层有预谋的组织行动，也提醒我们要对新德里要有更多戒备。据媒体《亚欧时报》的消息称，作为中国最先进的武器之一，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目前再次迎来了升级。升级后的该导弹可以增强武器的伪装能力，避免敌方侦察，保护自己免受复杂战场环境的伤害。其实，东风17的升级版最早在庆祝火箭军成立5周年的视频中就有曝光过，当时就在国际上引来了不小的热议，外界纷纷展开研究，希望从各个方面证明这枚导弹到底是中国现役哪一种型号的导弹。值得一提的是，只要是提到东风17近中程弹道导弹，自它从2019年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以来，不管是国外也好，国内也罢，外界对其的关注就一直很是密切，对其一些性能参数也有不少人给出各种猜测。而此次虽然公布的视频中没有具体说明这枚导弹的型号，但从军事专家宋忠平透露出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新版的东风17。其在加装的完全覆盖的发射架后，可使自己更难被敌方空中或卫星侦察发现，同时也会让内部的导弹不受恶劣天气条件或复杂战场环境的影响，有望在战场中实现彻底的隐身。实际上，除了战地隐身之外，外界对东风17的未来升级版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升级后成为高超音速式破磁云爆弹，或者是电磁脉冲弹，直接对敌方的电子设备进行杀伤。但客观地说，如果使用云爆弹这样的武器，其实是不会使对方的电子系统完全瘫痪的。而这枚云爆弹实质上也是一个空弹。当云爆弹头爆炸后，弹体内的燃料与空气快速混合并燃烧，这样在爆炸后的云爆弹中能快速在周围形成高压高温环境，从而能在周围产生较强的冲击波。这种冲击波能迅速广泛地摧毁周围的建筑物和设施，这就导致一般的云爆弹不过是一种对电子系统及其电网设施进行暴力破坏的直接武器，无法做到一个较为精确的打击。所以，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搭载相对小巧并且威力更大的电磁脉冲弹，则更有可能成为东风17的新用途。对此，从业于美国导弹防御局的办公室主任道肯麦奇坦言，如果后续东风17的升级真如外界所预测的那样，那全球没有任何国家具备拦截能力，中国的东风17也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该类型的导弹。